大家好，这里是 Ken 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氧运动的强度。有氧运动是便于开展的运动，一般来说，只要你会走会跑，可以自由行动，你就可以做有氧运动。它不像抗阻力训练，需要足够的知识和技巧，还需要不同的健身设备和场地。因此，有氧运动成为多数人的运动方式。那么，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同时还可以帮我们提高热量的消耗。当然，更多的人参与有氧运动是为了消耗热量，用于减少身体脂肪。那么有氧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正确安排训练强度。我今天就来讲讲有氧运动的强度问题。在抗阻力训练强度的那2期视频中，我讲过，所谓强度就是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多少。那么对于有氧运动而言，训练强度是通过心率的高低来表现的。因为心脏负责向身体泵压血液，血液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运送到肌肉和内脏器官中。在运动过程中，心率的高低可以反映训练强度以及身体所需物质的供应情况。目前常使用的计算心率的方法有2个。第一个，最大心率百分比，计算公式是220减去年龄再乘以目标训练强度。例如，一个30岁的人使用70%的强度进行有氧运动，那就是220减去30再乘以 0.7， 结果是133。那么使用70%的强度训练时，目标心率应该控制在每分钟133次左右。很简单吧？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2个30岁的人年龄相同，但是他们的有氧能力不同，如果目标心率都是133的话，好好想想，其实2个人并没有使用相同的训练强度进行训练，因为他们的有氧能力不同。所以应该根据不同人的有氧能力或者说心肺能力更加准确的计算强度。于是就有了第2种计算的方法，最大储备心率百分比。计算的方法是220减去年龄再减去静态心率乘以目标强度，最后再加上静态心率。还是刚才的例子，一个30岁的人使用70%的强度进行有氧运动，他的静态心率是每分钟55次。那么计算的结果是220减去30再减去55乘以 0.7 再加上55，计算的结果是 149.5。 你看这个结果和刚才计算的每分钟133次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30岁的人，静态心率是每分钟75次，得到的结果就是220减去30减去75乘以 0.7 再加上75，计算的结果是 155.5， 同样是有差别的。因此使用最大储备心率的方法计算更为准确，毕竟每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同，心肺功能越好的静态心率越低。所以建议大家了解自己的静态心率，并使用最大储备心率的方法去计算自己训练的目标心率。知道了心率的计算方法，我们来看一下有氧运动的强度。有氧运动的强度通常分为低、中、高3个等级。低强度有氧运动，这类运动通常比较轻松，可以长时间进行，例如慢跑、散步、瑜伽等等。一般来说，低强度有氧运动的目标心率区间为最大储备心率的 50% 到 60%。 中强度有氧运动，这类运动的强度适中，能让人感觉到劳累，例如快走、慢跑、游泳、自行车等等。中强度有氧运动的目标心率区间为最大储备心率的 60% 到 80%。 高强度有氧运动，这类运动强度较大，能使人感觉到剧烈的疲劳，例如快速跑、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等等。高强度有氧运动的目标心率区间为最大储备心率的 80% 到 90%。 通过上面的强度介绍，可以知道有氧运动必须按照强度来划定才有效。那么使用心率监测设备会帮助你达到时刻监测心率的目的。当有氧运动的强度处于 50% 至 90% 的区域内才有效，低于 50% 的强度就是在浪费时间，高于 90% 的强度可能要命。那么对于想减脂的人来说，使用什么样的强度进行有氧训练呢？我将会在以后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有氧运动的强度依靠每分钟的心率数字来衡量。有2个计算心率强度的方法，第一，最大心率百分比；第2，最大储备心率百分比。最大储备心率百分比计算的更加准确，建议使用。按照最大储备心率百分比，
，50%到60%属于低强度有氧，60%到80%属于中强度有氧，80%到90%属于高强度有氧。为了让自己的有氧运动处在有效的强度区域内，你应该使用心率监测设备进行有氧运动。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